小雅是一位事业成功的总经理，每天行程繁忙，因为工作忙碌，她常常忘记喝水。为了赶行程或开会，更常常憋尿，一憋就憋了好几个小时。结果每次开会时，她总是坐立难安，心思全在膀胱上，一整天频尿、尿急，甚至排尿灼热，严重时还会看到血尿、血丝。她以为只是压力大，忍一忍就没事。结果感染反复发作，搞得他身心俱疲，工作效率大受影响。他问我，宽宽医师，为什么我总是那么容易泌尿道感染？我该怎么办？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宽宽医师的频道，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，一起关心你我肾脏健康。我一直强调极简护肾，护肾并不复杂，我们不需要依赖神奇的产品或繁琐的疗法，只要简单的改变一些生活习惯，就能守护肾脏健康。点击说明栏下载护肾手册，用最简单的方法让肾脏更健康。我在诊间遇过无数被泌尿道感染所折磨到坐立难安的朋友，那种频尿、尿急，冲到厕所又只尿一点点，甚至排尿又痛又灼热，小腹闷闷痛痛，有时候还血尿带血丝，光听到就非常不舒服，非常恼人，严重影响生活品质。根据统计，女性朋友一生中有高达50%到60%的几率会得到泌尿道感染，比男性高出8倍之多。一旦感染，有些人会反复发作，非常痛苦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泌尿道感染预防方法。这些方法都是我病人曾经做过，而且真的有效改善，甚至不再复发的。如果你或亲友正在面临泌尿道感染的困扰，或想要保护自己，请务必看到最后。我保证你会发现，原来可以这么简单。很多人会问我，为什么女生好像特别容易会得到泌尿道感染？其实不是因为身体虚弱，而是构造差异。女性的尿道一般只有2到4公分，就像细菌从外面到膀胱的一条捷径啊。相较于男生有15到20公分的尿道，细菌要进入的难度就高很多。所以女性的泌尿道先天构造上就是比较吃亏一点点。肠道细菌，尤其是大肠杆菌，一不小心就可能跑到尿道或甚至到膀胱作乱。什么时候该怀疑自己有泌尿道感染了呢？最典型的症状是排尿时会疼痛、灼热、频尿、尿急、小腹闷痛，有些人还会血尿，或者是看到血丝。这边特别提醒，家中如果有长辈，他的症状可能会不典型。我曾经遇过80岁的老奶奶，突然夜尿10几次，一检查是泌尿道感染。有些长辈甚至会出现尿失禁、意识改变、精神变差、胃口变差或胡言乱语的情形。如果长辈有这些变化，别忘了检查看看是不是泌尿道感染。别担心，虽然泌尿道感染很常见，但这是可以预防和处理的问题。我常鼓励病人，泌尿道感染很常见，你不是孤单一个人。这不代表你身体不好或不干净，你绝对有能力可以好好保护自己。好，接下来我分享6个可以预防泌尿道感染的妙招，我们就开始吧。第一招，多喝水，简单又有效。这是最基本却很常被忽略的方法。水是泌尿道最好的清道夫，多喝水并增加排尿次数，就能把刚跑到尿道口的细菌，在它还没站稳脚步之前，把它们冲刷掉。喝水要喝多少才够？一般无需限水情形下，会建议每天的饮水量是体重乘以30到40。但更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尿液的颜色。理想状态，尿的颜色应该是淡淡的浅黄色。如果你的尿液变得很深很浓，就应该要多喝水了。研究显示，多喝水能够将泌尿道感染次数减少将近1半。别再找借口了，把喝水变成习惯，随身带一瓶水，常常小口喝，这样就能保护泌尿道的健康。第二招，注意如厕后的擦拭方向。就像刚才前面我说的，泌尿道感染的细菌常常来自我们自己的肠道，所以上完厕所后，擦拭方向非常重要。
永远记得要由前往后擦拭，这样能避免把肛门周围的细菌带到尿道口附近。这个小小的习惯就能大大降低感染的风险。第3招，性行为后别忘了去排尿。另一个常被问到的是，就是性行为与泌尿道感染的关系。确实，对很多女性朋友来说，性行为是诱发感染的常见因素。这不是说不干净，而是在过程中可能会把阴部周围的细菌推到尿道口，而导致尿道感染。我知道有些女性朋友会因为这样很担心，心里变得很紧张，甚至想，是不是干脆不要再有一些亲密的互动了？但其实真的不用这么担心，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是感情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，不需要因为这样就完全避免。我想告诉大家，我们其实是有更温和、有效的做法，既能保护泌尿道的健康，也不影响彼此的关系。这个秘诀就是在性行为后，记得去上厕所排尿，借由排尿能把进入尿道的细菌冲刷出来。想要更彻底的话，在性行为前后都多喝1杯水，排尿时尿量会比较足够，冲洗的效果也会比较好。当然，伴侣的个人卫生也是非常重要。对于特别敏感、容易感染的人来说，甚至可能在医师评估后，考虑在亲密行为后服用低剂量抗生素预防，但这就需要和医师做进一步讨论了。第4招，别再憋尿了。憋尿或者当忍者是很多人的坏习惯，但憋尿对膀胱真的不好。长时间的憋尿，细菌就有更长时间附着在膀胱里面繁殖，就像不常冲水的水池，容易变脏、变浑浊，导致感染。我遇过护理人员因为工作繁忙无法上厕所，憋尿憋到反复感染，甚至影响膀胱功能。长期憋尿还会影响到我们专注力，影响工作。所以养成习惯，大约2个小时，有尿意就去解放，别再当忍者，别再憋尿。另外，解尿时也不用用力挤压腹部，放轻松的自然尿对膀胱最好。第5招，使用蔓越莓及相关制剂。蔓越莓很常被提到，最新的考科兰文献回顾，它是一个医学权威的文章，分析了50个研究，结论是蔓越莓产品确实有助于减少特定族群的感染机会，包含常复发感染的女性、儿童、医疗介入后感染者。但对于老年人、孕妇或膀胱排空问题者，可能效果不显著或证据不足。蔓越莓的关键有效成分是原花青素，简称是 PAC， 它能防止细菌，尤其是大肠杆菌粘在泌尿道的壁上，达到预防感染的效果。不过，市售蔓越莓果汁常常糖分很高啊，对于糖尿病患者或减糖族来说，不是非常理想。相对来说，蔓越莓定剂或胶囊比较方便控制剂量，也不会有高血糖的问题，但也要看清楚标示的原花青素含量。另外，有些人吃这些制剂可能会感觉肠胃不舒服，就要特别注意。目前蔓越莓的最佳配方与剂量还没有一个定论，不过一般文献会建议每天喝1到2次，每次240毫升的蔓越莓汁，或者呢，每天我们可以摄取500到1000毫克的蔓越莓浓缩锭。总之，蔓越莓对于特定族群可能有帮助，可以预防泌尿道感染，作为一个辅助。至于大家很常听到的益生菌和低甘露糖，目前科学证据还不是很强啊，所以并不建议作为主要预防的方式。还是提醒，最根本有效的还是要回到前面说的，多喝水，不憋尿，注意习惯。第6招，更年期女性的特殊对策，阴道雌激素。更年期女性因为雌激素下降，泌尿道感染的风险会增加，原因是因为雌激素对于维持阴道黏膜健康、益生菌生长、
以及维持阴道弱酸性环境很重要。更年期后，这道天然屏障会变弱，致病菌就容易入侵，导致感染。好消息是，对于这群女性来说，使用阴道局部雌激素已被证实能有效减少泌尿道感染复发风险。它有药膏定剂的形式，而且只作用在局部，对全身作用较小，相对安全。在更年期后反复泌尿道感染的病人身上，使用阴道雌激素能够减少感染次数，改善阴道干涩及频尿。如果您是更年期后的妇女，又常泌尿道感染，也许可以和医师讨论看看这个疗法。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，我们最后快速来复习一下能够预防泌尿道感染的6件事情。第一，多喝水，观察尿液的颜色，尽量保持淡淡的浅黄色。第二，注意如厕后的擦拭方向，因为记得我们要由前往后擦，避免将细菌带到泌尿道。第三，性行为后记得排尿，我们可以冲刷细菌。第四，别憋尿，当你想上厕所就去上厕所，不要憋尿，避免细菌在膀胱滋生感染。第五，考虑使用蔓越莓及其制剂，蔓越莓含有原花青素，对于泌尿道感染有预防的效果。至于益生菌和低甘露糖，目前证据就有限。第六，更年期女性可以使用阴道雌激素，这一点请咨询您的医师。我知道被泌尿道感染困扰会让人很疲惫、沮丧，但请记得你不是孤单一个人，这不代表你身体烂或没有救。这些方法你今天就可以开始做，身体会给你正面的回应。如果还是出现反复症状，千万不要自己猜测或拖延，一定要找医师检查。必要时还需要做细菌培养，才能确定是哪一种细菌用哪一种抗生素最有效。因为如果延误治疗，感染可能会从膀胱一路往上波及到肾脏，甚至引发肾盂肾炎，影响肾功能。这就不是单纯靠多喝水能够解决的了。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你找回泌尿道的健康与舒适。如果喜欢我的内容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，一起关心你我肾脏健康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